恶魔之子降临人间，地狱之门被打开，人类即将迎来灭顶之灾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网飞最新的惊悚恐怖电影《地狱之渊》。故事开始于1957年的波兰，一辆汽车深夜开到教堂，里面下来一个牧师，他还抱着一名哭啼不休的婴儿，孩子肩膀上有个印记。牧师看着印记，满脸苦涩，跟上帝祷告说要除掉这个血种。但他还没下手，教堂的门就被一群警察推开了，牧师被当场射杀，婴儿则由警察抱回去抚养。此时外面的月亮刚好被黑影吞噬，还隐隐透露一圈血色，说明婴儿会带来不祥。转眼30年过去，镜头给到一辆经过荒凉郊区的大巴，大巴上下来个提箱子的男人，他看了看手里的地图，很快找到此行的目的地，是一家没落的修道院。男人自称马雷克神父，上面派他来这里任职，迎接他的人是修道院院长。两人走在阴暗的走廊里，周围只有蜡烛亮着昏黄的光。院长在阴影里和马雷克聊天，他自称修道院是疗养院，专门治愈受苦难的人。马雷克没有接话，和院长去登记处领制服。登记处的办公员叫大卫，大卫递给马雷克一串念珠，马雷克犹豫一瞬后选择拒绝，表示他自备了。接着院长说新人或访客进来得检查行李，马雷克主动把行李交出去，大卫只在里面看到一些换洗衣物，马雷克顺利通过检查，拿了制服，也有了单人房。院长让他多有担待，这里没有电力，更不通电话，讲究个苦修形式，还建议马雷克晚上待在房里，不要外出，魔鬼总喜欢在夜深人静时现身。马雷克从头到尾表现平静，等院长走后，他打开行李箱，原来下面还有一方隔板，隔板下装着手枪、电灯和其他东西。马雷克拿出一张纸，纸上刊登着一名女子失踪的新闻，这则新闻可能和修道院有关。之后马雷克吃到了这里的第一顿饭，因为苦修一日三餐很简单，但也相当恶心和吓人。碗里盛着新鲜的血液和肉块，不仅没烧熟，还看不出是什么动物的肉。马雷克忍着恶心囫囵吞下去，吃完饭瞎转悠散步消食，误打误撞来到关押罪人的房间，里面关着一个女人。马雷克没有打草惊蛇，回房洗澡睡觉，挂在墙上的十字架在他看不见时无故晃动。第二天，修道院要给那个女人驱魔，神父们手里端着蜡烛，院长给马雷克这位新神父特意关照，亲自解释驱魔事项。他们的驱魔对象是撒旦，要在清晨6点举行，那时候撒旦最弱，驱魔的时候会录视频，以此记下过程中的细节，但不是每次驱魔都一帆风顺。果不其然，在进行仪式时，原本安静的女人忽然抽搐发癫，朝院长大吼时带起了一阵风。院长手里的十字架还着火了，但在他们没注意到，墙上的耶稣像双目飞了苍蝇出来。马雷克在驱魔后去卫生间洗把脸镇静一下，刚巧碰到镜子猛地裂开，还不待搞清楚原因，房间里的柜门开了，柜子里传出沉闷的蠕动声响，却没东西。马雷克心中奇怪，趁着四下没人，摸到院长室打探情报，刚准备撬门进入，大卫在后面出现，说院长室只有受邀才能进去，马雷克只好作罢。又一次群体吃饭时，某个神父望着碗里的血肉，情绪崩溃。大卫跟他耳语几句，对方竟然拿起勺子好好吃饭了。马雷克坐在对面目睹一切，也把血肉往嘴里送。饭后免不了去卫生间呕吐，实在太恶心人了。吐完感觉嘴里还有东西，摸出来一看，竟是人的牙齿，一只苍蝇从牙齿里飞出来。事后他又去敲院长室的门，因为天黑没人出来走动，这次撬门很顺利。进去后看到墙上一幅修道院的画时，感觉有异样，在那幅画旁边果然找到暗门开关，暗门内是个逼仄的小房间，竟然装着电灯，看来院长的画半真半假。马雷克找到驱魔女人的那盘录像带，快进扫了一遍，没找出异常，又去举行驱魔仪式的房里搜查，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揭开了那场驱魔骗局。绑住女人手脚的床底有一根针管，说明她突然发癫是被注射了药物。床旁边的脚垫下撞着机关，来回踩上去架子床就会晃动。窗帘后面还有个通风开关，一打开便会呼呼对着门口吹风。撒旦附魔女人吼叫时起风的状况也能说得通了。至于着火的十字架更好解释，十字架其实是个打火机，只要不着痕迹，按动下方按钮就会喷火。虽然还原了驱魔全过程，马雷克却有些怀疑人生。回房把挂在墙上的十字架放抽屉收起来，隔日清晨去大厅做祷告，
院长故意让他上去当领头人，还要他用拉丁语说祷告词。马雷克一下子就懵了，站在台上和我们上学背书时那样口吃，最后还是副院长解了围。祷告完，到了早餐时间，又是沾血的生肉。马雷克知道修道院有阴谋，犹豫再三，还是佯装无事发生，照常吃饭。结果这次吃到一撮头发，恶心的差点当场呕吐。等回到房间后，竟发现抽屉里的十字架莫名挂在墙上，这让他内心慌张，想逃跑了。随即拿出行李中的手枪，烧掉刊登女子失踪的新闻报纸，前往修道院的大门。岂料门后的铁栅栏上了锁，他根本出不去。返回途中发现庭院有动静，从窗户往外偷看，是一群神父在挖坑埋棺材。修道院最近死了谁呢？马雷克猜测是那名女人，偷偷去关人的地方查看，不出意外在地面看到了血迹。这时副院长约他去教堂的告解室说话，提醒他最近小心行事，不要老想着往外逃，他被监视了，一旦被抓住就会受到惩罚。副院长以前和马雷克一样，也想从修道院逃走，结果被抓回来一顿好打。马雷克没想到这里还有人和他推心置腹，索性说出了自己的秘密。其实他不是神父，真正的身份是警察。这片区域有8名女子失踪，警方收到匿名举报，声称失踪女子都以邪灵附身的理由送进修道院，之后一个都没能离开。警方在30年前射杀了那名神父，自此便不想和教会再扯上关系，于是派马雷克当卧底，进修道院秘密找出线索。现在他已经确认驱魔是骗局，却不知道背后藏着什么阴谋。副院长见状和盘托出，表示一切都是院长财迷心窍，驱魔是笔大生意，院长想就此向罗马教廷和梵蒂冈申请资金。为了不走漏风声，每次被驱魔的人就会死亡，然后埋到庭院的坟场里。副院长不清楚他们具体的操作办法，他因为想逃被排除在外。马雷克答应他等调查结束会救他离开。副院长一听顿时敏感五内，叮嘱马雷克万事小心。马雷克回房后立刻展开搜索，想找出院长监视自己的东西。翻来倒去，还是那张柜子嫌疑最大。推开以后，露出后面的墙壁，没想到墙上竟然有个洞，蠕动的声音就是从洞里传出来的。马雷克带着胆子伸手去掏，想象中的监控设备没摸到，反倒摸出来一个用牙齿与眼球制作的邪物，眼球还能左右转动。马雷克当场犯恶心，吐了一地黑乎乎的玩意儿，不知道是血还是混着血的胃液。那里面接着飞出几只活苍蝇，马雷克没脑子去细究原因了，只听有人在门口晃悠。他扭头看了一眼，等再转回头，好家伙，吓得肝胆欲裂。面前突然出现个身体腐烂的人朝他大叫，随即镜头转向卫生间的镜子，原来刚才的惊吓是幻觉。他一脚踩爆眼球，又坐在床上怀疑人生。这天晚上，他推门出去，找到白天时神父们挖的新坟，掀开里面棺材盖一看，棺材里竟然是空的，尸体跑哪儿去了？马雷克疑惑愣神之际，大卫突然从身后罩住他的头，把人绑到房里给捆住了，还收缴了他的作案工具。院长带着4碗血肉来找他，亲自往他嘴里喂。马雷克搞不清楚状况，他不想吃，无奈大卫在旁边掰他的嘴，叫他硬生生往肚里咽。院长让他别做无谓的反抗，最终他会把4碗肉都吃光。大卫不信，他还能稀里糊涂吃完吗？谁知从昏睡中醒来，用嘴咬开绳子，再拿枪反杀看门的大卫。床旁边竟摆着4只空碗，马雷克也顾不得恶心了，赶紧去修道院厨房一探究竟。厨房的大锅里放着一堆生肉，里面还有苍蝇在爬。马雷克看到一颗人的牙齿，确信那堆生肉其实是人肉。他没急着跑，拿着枪去看储藏食物的冷库，结果吓得后退半步。只见房里挂着6、7具开膛破腹的女尸，全部都残缺不全。马雷克转身欲走，却迎面碰到半夜晃悠的副院长。副院长比马雷克要淡定很多，只是惊讶感慨了一瞬，接着带马雷克去看他的新发现。两人去修道院的图书馆，副院长搬出一本古书，里面记载了有关天选之人的信息。据说这种人身上带有日食印记，如果刚出生时没被杀死，将会在吞噬7个罪人并喝下无辜之人的血液后，经由一段召唤仪式变成恶魔，从而摧毁全世界。马雷克看着书上的印记，想到自己肩头有个相同的，原来这搞半天自己就是那个天选之人，也就是片头那个被警察救下来的那个孩子。但他没跟副院长坦白。
副院长果断说他知道逃跑的地道，之前没实施就被抓住了，现在只能搏一把试试。马雷克一开始不相信对方，但看到副院长背后鞭笞的伤痕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先去地道走一遭再说。然而他进去不久就被袭击，副院长还抢走了他的枪。这人确实没安好心，不然也做不到副院长的职位。但他没杀死马雷克，只是将人打晕绑住。院长和一众神父早就换了红袍，等在地道深处。当马雷克从昏厥中醒来，院长说出了自己的阴谋。原来马雷克来到修道院不是巧合，而是院长匿名举报女子失踪和修道院有关，再用钱买通线人，指定马雷克来调查。自从马雷克踏入修道院，这里的所有人都在陪他演戏，只为让他吃下7个罪人的血肉，还不被外界发现异常。他们这所修道院建在一口能通往地狱的井上，800年来汲汲营营，只为等待天选之人降临，并用它去召唤恶魔。院长深信，比起恶魔，人心更加险恶。这个世界需要恶魔重新建立秩序。马雷克心中卧了个大操，这伙人妥妥反社会的疯子，可他没能力反抗，还眼睁睁看着他们拖一个女人过来，割断女人的脖子放血，一人喝一口，再灌她一大碗。这应该是书中说的无辜之人的血液。接着院长和众神父念念有词，召唤恶魔降临，但在他们念完咒语后，通往地狱的井口却没有动静。院长困惑，转身询问副院长，无奈又念了几次咒语，可是还没有动静，这是咋回事？难道这破书是盗版的吗？院长与副院长去隔壁私聊，讨论究竟怎么回事。那本古书是800年前的手记，上面没有完整召唤仪式。副院长估计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比如没让马雷克把7位罪人整个的吃掉，只让他装样子，各沾一点血肉。院长觉得不会这么严格，可两人想不通各种缘由，只好由副院长出面，表示仪式前功尽弃，大家散了吧，回去过以前的生活。不过马雷克这人不能留了，副院长担心警察来找他，爽快给人一刀，尸体投入井里也算毁尸灭迹。院长回到修道院抽闷烟，他房间的十字架莫名扭转成倒挂状态，逆十字通常和恶魔撒旦有关，代表撒旦降临了。院长却对自己的信念产生质疑，听着音乐跳舞，喝得酩酊大醉。副院长进来哄他去睡觉，可是等把人扶到沙发，却趁人不备用枕头捂死了对方。第二天一早，其他神父还在处理厨房的尸体，全部搬到庭院浇油烧毁。忽闻楼上传来喊叫，过去才知道院长昨夜去世了。副院长戏精上身，哭得眼含泪水，顺理成章被推举为新院长。这时院长鼻孔里飞出一只苍蝇，苍蝇一路前往地道，找到落在井里的马雷克。马雷克猛然恢复意识，但他还没搞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死，身体开始突兀变形。另一边，副院长正在带领众人为院长祈祷，突然他舌头打结，说不了话，整个身体也飞到空中，浑身血肉都变成苍蝇飞入地道。在他消失后，地道里爬出一只地狱恶魔，仅仅是朝众神父吼了一嗓子，神父们就被定在原地跑不动了。十字架上的耶稣雕像转头和恶魔对视，可惜他没有实体，只能任由恶魔施法。这时所有人翻转成逆十字，修道院的墙壁随即崩裂，地狱之门被打开，无数恶魔届时会来到人间，世界也要因此迎来新秩序了。可惜老院长死得冤，没能看到自己信仰的恶魔。地狱之渊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整个故事框架写得还不错，利用悬疑笔调讲述一个恐怖故事，剧情有多次反转，还不忘调侃一下人性，给恶魔整了个副院长这种对照组，最后还大快人心，安排了成功召唤恶魔的桥段，比某些伪装神秘的电影强多了。不过地狱之渊的惊悚感不太浓厚，作为一部宗教类型的恐怖片，给人更多的感觉是无力和宿命，甚至并不感到恐怖，而是担心男主怎么吃得下血肉，被揭穿马甲后怎么办，是否能真正逃离修道院等等解密的问题。总之把它当作重口味悬疑片看，会更觉得期待。最后宝子们别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